李小龙的这部电影被誉为综合格斗的谜语，可以说 MMA 就是模仿了这部电影。要是没有这部电影的出现，综合格斗的发展最起码要慢个30年。这场打斗没有规则，没有护具，双方就只是带了一双拳套，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接近实战的对决之一。接下来跟着小编的逐招拆解，细细品味这场精彩对决。李小龙这里所戴拳套为分指拳套，分指拳套是一种手掌部分以及手指部分外露的拳击手套，现主要用于综合格斗比赛。李小龙就是在《龙争虎斗》这部电影中使用了分指拳套，这使得分指拳套被大众所熟知。然而他使用的分指拳套并非自己发明，而是肯波拳套，李小龙只是对其进行了改良，并推动了其在格斗赛事中的使用。一开场，李小龙与洪金宝两人都没有贸然进攻，而是用步法相互试探对方。俗话说，外练手眼身法步，内修精神气力功。在手眼身法步中，步法最为重要。江湖有云，传拳不传步，传步打师傅。可见步法在武术中的重要性。步法好坏是一个人武功高低的标志之一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两人在步法上都有着很高的造诣。提腿虚晃，顺势刺拳击脸。可以注意到，这里李小龙先是提腿虚晃，然后紧接着刺拳攻击。洪金宝之所以被打到，这是因为他压根不知道李小龙到底是要出拳还是要出腿，所以慌乱之下直接被击中了面部。摆拳反击加转身后摆腿。李小龙下前躲闪，顺势掏腿拧摔。李小龙这个掏腿的动作很像山西的挠羊跤，挠羊跤以抱腿摔而闻名，各类变招多达几十上百种。这种技术要求参赛者在对抗中精准地控制对手的腿，以实现摔倒对方的目的。而李小龙接下来这个拧腿摔，则是用的太极拳中的高探马实战用法之一，在一些散打技术中也有着类似的技术。左右直拳连续攻击。垫步侧踹，李小龙的垫步侧踹是他的标志性动作之一，以其强大的爆发力和惊人的威力而闻名。根据传闻所记载，李小龙以其130余磅的体重，能够击出350磅的沉拳，用双节棍击出了1600磅的力量。以其招牌动作垫步侧踢，把一个身穿护甲的200磅壮汉踢飞了20米，落入游泳池中。由此便已知晓李小龙垫步侧踹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。他的这种技巧不仅在实战中非常有效，也在电影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成为了他武术风格的一个标志性特征。李小龙这招垫步侧踹其实只是虚招，我们可以发现李小龙的右腿压根就没有伸直。那么洪金宝为什么会后空翻躲闪呢？这是因为前面他被李小龙多次攻击到，他压根就摸不清李小龙哪一招是实招，哪一招是虚招，所以洪金宝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就这几招交手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两人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，压根就不在一个层次。左前踢，右高扫，后翻鲤鱼打挺起身。李小龙起身的同时顺势出拳击脸。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常见于体操和武术表演中，该动作主要锻炼腿部力量，还有腹肌肉以及臀部肌肉。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在格斗中能快速有效地恢复站立姿势，并准备进行反击。这个动作足以证明李小龙的身体素质远超常人。侧步拍防，转身后蹬腿，拧臂翻摔，擒臂抛摔，按紧半腿摔，十字固锁臂。李小龙直接祭出了巴西柔术中的十字固。十字固的技术包括被动和主动两种形式。被动的十字架技术用于防守，帮助巴西柔术家躲避对手的攻击并找到逃脱的机会。而主动的十字架技术则是攻击性的，通过强制对手进入不利的位置，以便将其制服。此时此刻，李小龙的十字固已施展成型，随之洪金宝直接拍板认输。